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8月30号，星期六啊，祝大家周末愉快。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到这个家附近的自然公园啊，自然生态公园，其实就是一条那个小河啊，但是他们称作自然公园。这里面就是他们养了一些鸭子吧，养了一些鸭子。现在这个天呢，就是你白天还是挺热的啊，但是到晚上呢，就又没那么热。但是你要到海里面去游泳啊什么的啊，现在已经有一点凉了，而且这个浪啊也比就是过去那些时间呢要来的大，所以呢就到这个河边来。河边呢挺安静的这里啊，然后看看这些鸭子啊，也挺好的。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随便聊一聊啊。本来想聊一聊就是最近西班牙的旅游业的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因为之前我们说那个就我自己吧，我说今年我感觉就是好像旅游业的饭店就生意没那么好当然那个是我纯粹就是我自己的这种感觉和看法，对吧？然后昨天就西班牙的媒体就报道了，但是我不想再讲这个了不想再讲这个了，所以就随便聊聊别的就回答一下网友的一些问题因为有时候呢，其实大家在我视频下面的留言有的问题呢也挺好的就我觉得值得给大家分享的但是呢就打字什么的就讲不清楚，对吧？所以我就选一些去就是回答一下首先呢，就是有网友问就是美股交易股票的资本利得也要在西班牙交税吗？还有就是今天还有一个网友也问好像是葡萄牙的一个朋友，他说那个在香港的股票账户就是会向西班牙申报吗？关于税的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一定要就是告诉大家，就千万不要去逃税或者是漏税，或者是不申报因为我觉得很多华人吧，对吧？就他们过去在中国的话，他的税务观念他不是很怎么说，就不是很重因为在中国其实说实在的，就改革开放嘛，对吧？就没有那么的像西方国家那么严所以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好像这个不申报也没关系，也没人来找我呀，对吧？但事实上就是一旦你成为一个地方的税务居民那么就是他们会进行税务交换的就 CRS 会有税务交换的。比如说你成为了西班牙的一个税务居民你他就会有税务交换。那么一旦发现以后呢，它是要罚款的，这个罚款一般都是3倍金额大的话还有可能就是有牢狱之灾或者说就是你说你就是不申报，对吧？你偷偷的，那总会查到的，时间的问题。除非就是说你来这边待一阵子你又走了你住个2-3年，或者说1-2年你就走了，对吧？这个可能就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要一直待下去的，那你必须得去申报而且就是你越是早申报，你越到后面就你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税务这边就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有人说那个你去过塞浦路斯吗？巴掌大的地方没有几个人，你长期住在那边现实吗？反正问这个的问题也有好几个人就是意思说塞浦路斯很小，你住在那儿要耐住寂寞或什么。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像我们在西班牙这里也就住在这一个小城我觉得这个是看性格的。有的人就喜欢住在大城市觉得很热闹。我发现就我自己发现这个不是一个
就是可以参考的。就我自己感觉啊，就我发现就是我自己因为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对吧？所以就几十年一直在这种几千万人口这种大城市啊，我就特别讨厌人多，特别讨厌这种拥挤啊、人多啊，或者说这种噪音听的。像我去日本玩，或者我去美国玩，一般像纽约什么的，基本我就去一次，我就再也不想去了啊。或者日本什么东京什么，我就去一次，我就再也不想去了啊。尤其东京那个新宿那边，是新宿吗？还是反正就是有一个地方，它下面地铁好多好多啊，就是好多那个站的那个站台的那个地方啊，我就绕得我头晕啊，所以我就特别不喜欢去大城市。然后呢，其实小城市呢，我觉得也挺好的，对吧？就是这种回归于人的这种生活吧。所以我觉得住一个地方啊，我觉得小一点这不是一个问题啊，关键是便利不便利，对吧？就你比如说网购方不方便啊，还有就是虽说小吧，它也有好几个城市啊，你也可以海边玩玩，山上玩玩啊，然后就城市里面去逛一下，对吧？啊，这个看你自己，就取决于你自己愿意住在哪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吧？啊，西班牙有没有那个个税免税额吗？啊，塞浦路斯银行暴雷过，储户的存款都损失了啊。西班牙呢，它也有那个个税的免税额啊，就是超过多少钱才开始征税，但它这个个税免税额呢是很少的啊，它差不多是5000欧元，5500还是5000欧元，我具体我没有记太细了啊。所以就你说你在欧洲5500欧元，对吧？你这个太少了啊。那这个塞浦路斯它是19500欧元，就是你一年啊，差不多2万欧元吧。就你的收入在2万欧元的话呢，是免税的啊。就你上班也是的，它也是免税的。然后是19500以上才开始计税，对吧？就你比如说你赚了2万欧元，那么它就收你500欧元的税啊，收你500欧元的税的20%啊。西班牙就是一开始就是去掉5000啊以上就开始是20%还是19起的，反正。那在这里呢，在塞浦路斯呢，就是那个去掉19500，然后再开始算20%啊。那它封顶呢是35%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就起码你起步档，对吧？你就还挺高的啊。塞浦路斯银行确实就是在那个金融危机的啊，就之前有很大的金融危机嘛，那么它确实就是它的银行出现过问题啊，但是后来啊也是得到妥善的解决了啊，因为像他们的话，基本上是会有一个保障啊，就是他会明确告诉你的，比如说你是存款，那你存款比如说5万欧元，对吧？这个是银行倒闭了会赔给你。那如果说你高于5万欧元，那就可能不赔，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案啊。所以他们就是有一个数值的啊。那并且呢，就其实你没有必要啊，比如说我如果去了塞浦路斯，我也没必要把钱存在塞浦路斯银行里面，对吗？因为你只是说你在那边你是一个税务居民的身份，你就在税收上你就有优势啊。你可以存在任何的地方，你说你要存在瑞士的银行，你存在什么别的地方的银行，香港的银行、新加坡的银行，对吧？美国的银行啊，什么地方都可以，就这是看你自己愿意的。主要你的税务居民身份就是要清晰，对吧？你不是洗钱的，你不是这个钱倒来倒去的啊，你就很干净啊，你就是一个很清晰的税务居民的一个储户啊，这个钱你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如果觉得担心，你也可以不把钱存在那儿。它不像那个厄瓜多尔，对吧？那个厄瓜多尔就是大家说啊要把钱存在那儿拿个什么利息什么，
那个就是你钱必须要存在那里啊，你不存在厄瓜多尔的银行，就它就不行啊，所以就是这个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啊。还有就是啊，说那个塞浦路斯一个国家分裂成4块，北部是土耳其人聚集区，南部是希腊人聚集区，发生过激烈的内战，政治稳定性有问题啊，长远看存在隐患啊。其实呢，就是塞浦路斯啊，它确实它的南北，它中间一个城市是就是分割开的啊。就是他塞浦路斯的这个北塞浦路斯，他当时住着的是那个土耳其人，就土耳其族人，对吧？南部的那么就住的是希腊族人，他们发生过一些战争。那现在呢，应该来说啊，就北部它不可能打到南部来啊，就现在的情况，就有可能就是说啊，就像现在就是他们有好多。谈了好多方案啊，现在一直就是那个南部的塞浦路斯他不同意啊，他不同意就是说这些合并的方案啊什么的啊，他就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就等于承认了北部，就现在是南部他不承认北部，对吗？所以说我觉得在欧盟啊，他支持塞浦路斯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那个土耳其本身嘛，我觉得土耳其它也是考虑加入欧盟，或者它土耳其跟欧盟的这个来往生意啊什么的是很多的，经济密不可分啊，所以就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况啊是很低的，应该来说后面会有就是一些方式会去解决，只是时间的问题啊，就时间的问题，就大概率呢最多就是像现在这样子，就一直这样子。维持着啊，小概率极小的概率会发生一些什么冲突啊之类的，对吧？但是怎么说呢？就这个事情，就是你要去面对的啊。就你想到，比如说一个地方去，你就会面对一些问题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还有人说啊，在历史的垃圾时间，身为移民。建议您不要做5到10年甚至太长远的移民规划，先去某地生活2、3年，好好体会一下，再做下一步打算。可能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太复杂啊。好像我们各国移民目前都生活在焦虑之中。比如您还敢和1年前、2年前自己的心态对比吗？啊，这个让我想起什么呢？就是，我今天又看到那个老黑发视频了啊。老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视频了。老黑他之前也是住在西班牙的啊，一个博主。我和老黑呢，我也不认识啊，但是呢，说实在的啊，就是我将心比心的，我比较同情他的在西班牙遇到的这个处境啊。那我发现，就老黑他去了泰国以后呢。就实话实说，对吧？就他白头发也少了，啊，他的那个脸啊，感觉就水润了、饱满了，人也觉得年轻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个就是，他生活就得到了改善吧。有可能泰国那边他的心理压力也低了啊，他的这个消费也变低了，对吧？然后反正就各个方面啊，可能也是心理因素也会变得更好。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那么说实在的，你说我有没有前2年的那种心态啊？如果说对西班牙就熟悉程度，就是说你肯定一天一天对这边更了解了嘛，你知道的东西也更多了嘛。那么这个比起就是前一些年啊，你刚开始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的话来讲呢？啊，你到那边去玩好吗？对，到那边去玩啊，那么会还是来的要好一点啊。但是呢，其实也是就是你待久了，就你会发现更多的一个问题，对吧？这个需要就是说自己心里去调节的
你说我焦虑嘛？我觉得我也没有特别焦虑，因为我的人生当中碰到过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就是特别的觉得这是个什么事情啊。但是呢，我也老实说啊，我觉得就是在西班牙，就我感觉吧，就我过去你说在泰国也好，在日本也好，或者说在海南也好啊，或者说在斯里兰卡也好，就我其实还是住过不少的地方啊，甚至在美国，对吧？我也住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就可能这里也是住了长时间了啊，你会发现一些问题啊。但是呢，这里肯定不是我住下来觉得最爽的，就是一个地方啊。我老实说啊，当然有的人很喜欢，对吧？有的人觉得特别好啊。我觉得就是说，它也还行啊，就一般，我只能这样讲。当然这个可能我觉得是跟天气什么也有关系啊。就比如说，我觉得这边，我白头发确实会比以前要多啊。然后呢，皮肤啊什么，我觉得状态啊，人的状态啊，也没有就是，好像感觉在泰国在海南岛或者说在那个美国，对吧？啊，我觉得在那里好像感觉就更好一点啊，更好一点啊。所以还是有区别。就像有的朋友，也有一个网友他说，哎，你怎么没考虑也是去加拿大？加拿大我也去过几次啊，住了差不多来来回回也有个1-2个月有的啊。但是加拿大就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觉得很冷啊什么的啊，我也没有觉得，因为我有个表妹她住在加拿大啊，我也没有，就我去的是温哥华或者说什么班夫啊那些地方，我也没有去很冷的那些地方，对吧？而我去的那个季节也不是到特别冷，但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在那里，我就没有特别的，好像觉得想留下来的感觉。而且当时就是有一个就司机吧，啊，就我去了那边雇了一辆车，雇了一个司机，他那个时候正好是要从那个加拿大要去美国啊。那么他在加拿大已经很多年了，他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一开始啊，就我们聊，他还说他在那边打猎啊，什么买了猎枪打鹿啊什么的啊，这些事情。那么他其实跟我相处了还是有个10天8天的吧啊，因为我们每天都要一起开车然后去啊什么，所以就聊了很多啊。然后我觉得他就不想留在加拿大啊，然后他还带我去了加拿大的那个赌场啊，也挺有意思，那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个赌场，感觉就像什么，像那种电影里面啊那种西部的那种赌场啊，大家在那里面挤满了人啊，大家挤在一起啊，就这种感觉。所以就有时候人也是说不清楚，对吧？就是看你那个时候的那种状态，那个时候那种心情啊，那个时候那种感觉啊。但我觉得就是说，就我在西班牙，我没有那种好像特别讨厌的这种感觉啊。但是我也觉得就是也没有过得特别好的感觉，这个我老实讲啊。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说，会安慰自己啊。就比如我也认识一个朋友，他也是在西班牙的，他经常安慰他自己啊。其实他也告诉我，他过得不是很好啊。但是呢，他总是会说啊，就是好像要拿一些过去的事情啊来说服自己。我不会的。我觉得如果我当下觉得过得不好，我就会走啊，我就不想继续就是消耗啊。至于就是说心态啊，我觉得人要一直往前看啊，就不要就是说永远去停留住，或者说啊觉得什么，对吧？就人一定要往前看。我觉得永远明天是最好的啊，永远明天是最好的。塞浦路斯一共只有1800个华人，这个国家不适合华人居住，千万不要考虑这种地方啊！你个人喜不喜欢一个国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合适家庭生活的地方
啊，美股很可能会崩盘，要小心啊。塞浦路斯到底有没有是1800个华人？这个数据我不知道哪来的啊，我没有看到过。然后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国家哪怕一个华人都没有，对我来讲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并不在乎我去一个地方有没有华人啊，有什么华人社区。就像其实我来西班牙，我也没有住在华人很多的一个地方，我们这边华人也很少，大概就几个人可能啊，可能我认为只有几个人。有些人他喜欢去，就是住在华人社区啊，他们喜欢买房子也买在一起啊，就很近的地方啊，我不喜欢，我比较喜欢就是住在能够感受到当地风貌的地方啊，因为你如果住在华人社区很多地方呢，其实就你没有异国风情，对吧？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看缘分的啊，就你住在这边，慢慢的啊来了很多华人，大家成为朋友了啊，这个是 OK 的啊。我不喜欢就是说我跑过去啊，就是我要找一个华人社区很多，然后过去和大家认识一下什么啊，我就可能性格上啊，我也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啊。美股会不会崩盘？我觉得这个什么样的资产都有可能崩盘啊，这个是看你自己怎么样控制风险的一个问题啊。好吧，今天就先回答到这里啊，下次我还会再挑一些问题继续回答的啊，谢谢大家。